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尼路。今年2月21号啊，原子之心会在各大平台推出，现在已经开放预购了。那它作为一款第一人称 FPS 加上动作冒险的游戏啊，我从去年就已经关注它很久了，而且它还有开放世界的要素。以预购1590的价格来看啊，应该是蛮值回票价的。那小弟是非常幸运的，有收到公司的邀请，上礼拜前去参加他们的试玩大会。认真说，实话说，这个游戏有好有坏啊，我不会因为吃了他们一块很贵的牛排就不说他们的缺点。不过，但是因为离正式发售还有一点时间嘛，所以今天提到的那些问题可能都还有机会去修正。毕竟我们一大群人在现场检讨啊，官方人员也是很直接说了，时间够，绝对会把这些状况给补足。那今天要介绍的 Atomic Heart 原子之心为什么那么吸引我呢？首先，我们从它的故事背景说起，它的设定是在2战后的苏联平行宇宙，这个题材很有意思，而且很稀有啊。光在美术的表现上啊，就有大量对应了该国的文化，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可以在游戏里面寻找到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产物。那在这条世界线呢，科技已经变得无比发达，学新知识也只需要透过读晶片就可以了。人类和他们的 AI 创造物啊，也是和谐相处，至少开场的前15分钟是这个样子。某天，在我们返回组织的路途中啊，全球的系统发生故障，机器人群起反抗人类，玩家扮演的 P3少校特工奉命终结这场大规模的灾难。结果在深入机构以后，反而发现了更庞大的阴谋。明明是乌托邦，却拥有着非常多的重武装超大型战斗机器。人类在实验室中也被改造成了类似丧尸的动植物混合体。那故事大纲大致上就是这样子，角色之间的互动啊，走的是比较诙谐的方式，时常会有嘴炮跟突破第4面墙的感觉。跟谁嘴炮？跟我们的左手嘴炮。它除了会讲话以外，功能也是非常多，像是会雷击、冰冻、粘着凝胶、隔空遗物等等等等。右手则是有斧子、霰弹枪、电击枪，还有一些因为时间关系没有玩到的特殊武器，像是血滴子跟火箭炮。那超能力跟武器每一项都有2种以上的强化跟特化分支，自由度是真的蛮高的。举例来说，像是左手的雷击可以做到大量连锁或者是单体狙击，右手的斧子则是要看蓄力劈砍或者是4桥让人晕到爆开的大范围旋风斩。没错，特色就在这边，它是第一人称，却把人物的动作完美的还原了出来，甚至连翻滚，你的视角也会跟着滚一大圈，很酷是很酷，吐也是真的很想吐。不过不用担心啊，技能是自己选的，翻滚也只有从高处摔下来的时候会触发，平常都是以 dash 做闪避。至于敌人的设计呢，我认为算是蛮中庸的啦。机器人的体质大多都很优秀，血厚，伤害高。虽然可以利用扫描透视的功能找机会背刺秒杀，但是大多数都是还是正面硬刚，因为有一个超级麻烦的监视器会跟他们联动，所以潜行的部分就变得很困难。敌方 AI 的强度呢，我认为算是被他的体质给弥补了啦，因为整体打下来都还没有遇到游戏会读玩家指令的情况，也就是说攻击模组是可以用背的去应对。不过我会这样子想，应该是因为玩家的机体可以做到3段 dash 真的是有点过强，但是这些敌人有的时候也会跟你耍白烂，你以为拉距离没事，他就会用雷射光喷你啊，有时候你想正面反打，他就会来个加速拳把你灌倒。所以初期我是马上就选择解锁了冰冻能力，因为喷雾会有穿透，而且僵持时间很长，所以一次打很多人就不会太难。基本上战斗的难易度可以理解成看你用什么样的 build 去应对这些敌人，只是有个点啊，必须要提一下，前期因为我们伤害不高，敌人的体质又过强，物品有限的情况下呢，每一次的战斗都是要拼尽全力。如果你把怪都清完了，然后不小心摔死啊，它又不会自动存档，等于是你前面那些很痛苦的战斗又要再重复一次。玩到中期火力起来的时候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这款游戏玩起来算是比较慢热了。解谜跟探索的部分设计得很酷，我们会很常用到左手的吸星大法去把柜子全部都打开，里面就会有一些文本跟小故事可以看。谜题的部分就不是纯粹动脑而已，它还有一些设计是需要靠你的反应力去解决。像前期就有一关需要靠节奏去敲出对应的灯号，我敢保证啊，一定有一堆人在这边玩到中风，因为那个打拍子的速度真的是超级快。那都讲到节奏了，就顺便提一下它的声音这一块。音效的部分我觉得算是普普通通啦，打击的反馈该有的有，但是也就是有而已，没有到特别厉害。不过它的音乐真的是太屌了，真的是太屌了！光是游戏开头的主题曲啊，就很符合他们的风土民情，然后又加一点科幻的蒸汽朋克风格进去，这个用嘴巴形容真的是形容不出来，你一定要自己去听听看。战斗时候的 BGM 也都非常优秀，这边它就没有因为故事设定在苏联，就硬是在打斗的时候让你的曲风变得很奇怪，该热血就热血，该科技就科技，跟你的画面就是非常非常的搭。总体玩下来啊，除了翻滚跟旋风斩晕到爆开以外，其余真的是没什么问题。
解谜做得够多元 ，build 也有很多分支可以选。探索的部分它又有一些机构跟小实验室可以打，而且它还是开放世界。真的硬要说它有什么缺点，就只有剧情不能快转，然后优化也是普普通通。所以画面啊，千万不要开到最高，因为当时 D12驱动跟试玩版本有一点点冲突，所以我们那时候的主机是40显卡再加上 D11的驱动，那个品质全部给它吹到最顶哦，有的时候会掉帧。好加在的是官方有说啊，正式版本这个问题就会修正。不过以我平常玩游戏的习惯，调到中等，基本上30显卡或者是更低，应该是可以负荷的过来。剧情面到底会怎么样的发展呢？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们就没有玩到。但是啊，中间我们有碰到的人，个性都蛮鲜明的，即便他是一具尸体，也是一具会讲干话的尸体啊。如果你还是会担心这个游戏可能会让你失望啊，毕竟它也是1000多块嘛。那它2月2号到2月5号在台北国际电玩展会有现场的试玩，可以去体验看看。以上就是我们从台南大老远跑去台北，以最严格的角度、最不宽容的待遇方式去认真体验过的游戏心得，绝对没有藏私，绝对没有避而不谈，实际玩下来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假如你在画面中有看到什么不满意的点，或是有什么疑虑的话，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如果你觉得我讲的够诚恳，或是游戏发售之后回头来看真的跟我讲的一样的话，也帮忙按个赞，订阅一下。那么我是尼路，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那次聚会啊，来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大咖，那怕合约有问题的关系，所以我就不透露有谁了。我只记得自己提早到，吃到很多热腾腾的自助餐，跟一客我们集合前就点好的快要凉掉的顶级牛排。没办法，因为座位在电风扇正下方，而且用餐区还在半开放式的阳台，所以也不能怪店家。本来大家都还吃得开开心心的，结果有人发现，这道菜冷了，不怎么好吃，他就没有吃完。结果主办方一靠过来闲聊一下，就说了一句：你们真会点都点最贵的，这道牛排啊，2200块。我怕你们看到价目表会不好意思都点便宜的，所以还刻意把价钱都遮起来了。结果那个没吃完的同学听到这一句以后，看了一下主办人，看了一下我们，再看了一下盘子里面的牛排，一口吞，切都不切了，吃完还补一句：我全都要。于是乎，那个同学直接变成本场最贵的嘉宾，空手来，连背包都不带，回去的时候直接搬了2大箱。Светят мне даже днем.